哇，这么丰盛啊！今天100天嘛，所以我们要庆祝一下。来，祝我们相遇100天幸福。干杯！想想真像做梦一样，遇到你还像昨天的事一样，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。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也没有了，我就是爱胡思乱想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，甚至不是以前你认识的我，你还会一样爱我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吗？我早就看清楚你了。你呢，是一个小恶魔，可是小恶魔碰到大恶魔啦。你呀，我又不会做菜，也不会做家务，还有常让你不高兴，对你发脾气，耍任性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好怕，万一哪一天我做错事，让你不高兴，你还会原谅我，像现在一样的爱我吗？当然会了，你对我来说就像一本漫画书一样，特别的想读，可是读了又读不懂，读不懂就更想读。万一永远都读不懂呢？或者说读了之后发现不过如此？不会，我读你是永远都读不厌，而且我想一直读下去。心如，啊，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？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没事，只是你刚刚说的话让我很感动，就不知不觉联想到我姐姐。明朗，如果我姐姐还在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样？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计划是赚到钱之后一起出国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不过，这个计划不会实现了。你呢？你有什么理想？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我想要赚到一笔钱之后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你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？嗯。那请问你的计划也包括我吗？你觉得呢？不知道才问你嘛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未来的事很难讲，计划总赶不上变化的。以后的事谁知道？100天前的你，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吗？你这么说，我感觉好像随时都会被抛弃一样。那你可要小心哦。嗯。那我就先抛弃你。是我抛弃你啦。其实有什么事儿可以在公司说的，没必要出来。到底什么事儿？电话里不是说旧城改造的事儿吗？出什么乱子了？没有啊，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，我只是……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是闲得发慌找我出来消遣呀？米娜，我真的很想约你出来聊一聊。谁有功夫跟你闲聊啊？现在可是上班时间，大山集团有规定，不能在上班时间干私事儿。失陪了。米娜，
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？你就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两个好好聊一聊。别，我受不起。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别可怜兮兮的。米娜，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很关心你。我告诉过你了，我就一个妈，她已经过世了。我就是把我的真实感受说出来。如果有冒犯的话，我只能说对不起。我知道是你把我生出来的，可是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有出现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你，请你理解。我也很想知道，这么多年你在唐家过得好不好？曹玉芬她对你好不好？就那样吧，还能怎么样？米娜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好好交流交流？好歹我也是你妈。对不起，我根本不可能像对妈妈一样对你，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母女情分。米娜，米娜，这么多年来你的性格怎么变成这样？这叫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还不都是遗传你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把我生下来，又把我扔给我爸，就这么一走了之，你有顾及过我的感受吗？现在怪我冷漠，不顾及你的感受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不过也多亏了你，幸好你把我扔给了我爸，让我可以在一个健全的家庭当中成长。我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这么说，我怎么觉得那么可笑呢？我猜你应该是觉得不想让我成为你的负担吧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的感受，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对我像对别人家的孩子一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我一直得不到母爱的原因。其实她一点错都没有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她的女儿，而这一切我都只能怪你。其实本来我已经习惯了，没有母爱就没有，反正我都已经长大了。可是你突然出现，告诉我其实你才是我的母亲，让我接受你，还要让我对你付出像母亲一样的爱。你们到底当我是什么？当我是机器人，你一按按钮感激就能出来吗？我就是不明白，当年你走你就走了，你干嘛要回来？你就是为了跟我爸叙叙旧情，还是为了告诉我一些我根本就不想知道的事情？米娜，你可不可以试着站在我的立场，想一想我的苦衷？苦衷？得了吧你有什么苦衷？你越这么说，我越觉得你奇怪。好，我退一步，可以接受你是我爸的太太，可是关于母亲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接受你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再装可怜了。你现在就算流再多的眼泪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感觉。你想想吧，我从小因为没有母爱流过的眼泪会比你少吗？我的眼泪流干了，又会有谁来可怜我？行了，收起你这些假惺惺的眼泪吧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米娜，米娜。喂，夏天啊，检测如何？好啊，那中午医院门口见。拜拜。进来。什么事啊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到医院去做那个亲子鉴定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一个女孩子平白无故跑到医院去做那个亲子鉴定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干嘛？你怀疑我跟别人有孩子啊？好歹我也做过医生，
你怀没怀孕我还能看出来。我只是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鉴定？你到底有什么计划？我好像没必要告诉你这件事吧。而且那个医生也太夸张了，居然把我的隐私跟别人讲。你觉得我奇怪？我觉得你才奇怪呢。哎，你有空管别人的闲事，自己未婚妻不顾一下？你知不知道最近明娜姐心情很差？你有空来这里消遣我看你还是尽一下未婚夫的责任吧。还不走啊？我马上就走。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鉴定。高浩，我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说这么多。你要是别人，我早把你赶出去了。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夏天，心如，这个是……等一下，出去再说。为什么？怕别人看到。这里谁会看到？我上次在这里碰到高浩，怕走漏了风声，我们还是出去说吧。好，走，咱们去外面。走。他们的父系百分比是0.002，从这个百分比看，说明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他们不可能是父女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夏天。你干嘛这么高兴啊？就算他们是父女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有了这个报告，莎莎对我就构成不了威胁，反过来我可以好好的控制她。你为什么要控制莎莎？先把她控制住，以后怎么用再说。我跟你说啊，莎莎这个人不简单，她说是要跟我合作，依我看，她的目的不那么简单，她要的不单只是钱，每一个人我都要防范，做每一件事我都要留后路。我哪怕是走错半步，只需要半步，我就会粉身碎骨。不过，唐静和唐明娜不是父女，哼，这个王莎莎可真够狠的，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唐家当卧底，她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其实她怎么想并不重要，而且她也不是我们要对付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防，你不害她，她就会反过来害你。这个报告呢，就是我的护身符。今天怎么那么有空约我？跟我姐又吵架了？没有，我们俩挺好。倒是你们。我们？你跟李心如。我跟心如怎么了？我前2天在医院碰到她。医院？她生病了吗？没跟我说呀。没生病，我想这种事她也不会跟你说的。她到医院去咨询亲子鉴定的事儿。亲子鉴定？那天我到医院去看老同学，碰到他了。我问他来干什么，他也不说，我就觉得奇怪。后来我问我那个同学才知道，他是去问亲子鉴定怎么做。你不会怀疑他跟别人有孩子吧？他没拿样本去，而且只是问了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事情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他这人求知欲一向很强啊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他这个人很奇怪，做什么事情都让你摸不着头脑。你想太多了，那是你不了解他。我是怕你越陷越深，我看你现在完全迷上他了。迷上？我倒有另外一种感觉，我觉得从一开始看到他，我就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，感觉已经很了解他。我觉得全世界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了。恋爱中的人都是盲目的。啊？不是吗？是不是我不知道？我都不知道我的感觉算恋爱吗？不会吧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比恋爱更盲目的阶段就是不安定。不安定的关系会让你患得患失，大脑麻痹，失去判断力。
我还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，高浩。先是干医生，完了转行做摄影，现在做恋爱专家、心理专家。你下次改行做什么？你尽管开玩笑，没关系。但是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能放在心里。李心如真的一点儿都不简单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他这个人很怪，他做的事情都让你摸不着头脑。我是怕你越陷越深。我看你现在完全是迷上他了。恋爱中的人都是盲目的，不是吗？比恋爱更盲目的阶段就是不安定。不安定的关系会让你患得患失，大脑麻痹，失去判断力。早上好，唐总早。哎，啊，唐总，王经理呢？他好几天没来上班了。好几天？他请假了吗？他走那天要请几天假，把手头的工作都交给我了，就没回来了？没有。你去忙吧。哎。薛烈，你把思俊的地址找出来给我，马上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个15号楼3单元在哪里啊？啊，就是这栋楼，大门进去就是了。好，谢谢。思君，思君，你在不在？哎，先生，你找谁啊？啊，我找我有个朋友住着，叫王思君。啊，王小姐是吧？她已经搬走了。搬走了？你知道她搬哪去了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那我能不能进去看看？好的，可以。啊，他才搬走没几天，还没找人打扫呢。哎，怎么这么多酒瓶啊？那平时有没有什么朋友来找他？这个倒是没见过。这个女孩平时挺安静的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也没见她带什么朋友回家。你是第一个来找她的。这女孩长得挺不错的，怎么就没朋友呢？你看完走的时候，待会儿帮我随手关下门啊。好，谢谢。思君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你跑去哪儿了？我找你找半天了。我现在在车站。好，你等我，马上过来。思君，明朗，
你要走了吗？我要出去散散心。思君，我知道公司这么多年来都是你在操心，辛苦了。你要去散心的话，我完全赞成。等你休息好了就回来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来，就是回来的话，我也不会回公司了。你没有收到我的辞职信吗？有啊，就是有我才不明白。我们大家合作那么多年，你有什么不满，你直接说呀。为什么说辞职就辞职啊？没有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想，是时候好好的想一下我的人生。在精锐公司，我没有办法客观的面对你，更何况上次我喝醉了酒，心如跟我说的那些，我也不好意思再面对大家。你跟心如都说了些什么？他没有跟你说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我就是告诉他，这么多年我为什么留在你身边。他跟我说，我这样做完全是错的，完全没有必要付出。我不知道心如为什么会那么说，但是他根本不了解我们之间的事。没有，他说的很对。我之所以跟随你，是因为新会的嘱托。现在你有了心如，在新会那儿，我也算是完成了任务。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我也想走我的路。我要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你要选择你的生活，我当然没道理阻止你。但是，你一定要去外地吗？在这也可以思考自己的人生。你还记得你当年离开的时候说的话吗？你说想冷静一下，出去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想离开这儿，单独思考一下我的人生。那你记得你当年说的话吗？你说我躲开谁都不要躲开你，因为新会让你照顾我。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新会也让我照顾你，所以我要跟你说一样的话。不管到哪里去，你要让我知道，给我报平安。我会的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我会给你报平安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168次列车就要开车了。我该上车了。各位乘客抓紧时思君，间在4号口上车。思君，祝你幸福。谢谢，也希望心如能给你带来幸福。不过，他不是个简单的人，你一定要当心啊。您的票。好，谢谢。我就是告诉他，这么多年我为什么留在你身边。他跟我说，我这样做完全是错的，完全没有必要付出。也希望心如能给你带来幸福。不过他不是个简单的人，你一定要当心啊。你吓死我了！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吗？可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没事。你今天好奇怪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思君走了。啊？他走了？去哪里啊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他跟我说是你。你跟他说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是啊，是我跟他说的，但我觉得我没有说错。他一直在你身边也没有结果，
根本就是浪费青春，不是吗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而且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跟他说，这样很伤他的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，他走了你很舍不得是吗？那让他回来啊！你干嘛把错都怪在我头上？我没有责怪你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再有事情隐瞒我。我隐瞒你什么？他那天喝多了，我送他回家，我确实和他说了一些话，但我认为那是无伤大雅的事。谁知道他要离开？早知道你这么离不开他，那我当初就应该叫他千万不要辞职，永远留在你身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是我的错啊！我去让他回来，我走行不行？他已经走了，我也没有让他回来。我现在跟你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要说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你琢磨不定。你跟你男朋友夏天的事情，你是新会妹妹的事情，现在你和王思俊的事情，每一次都是事情发生之后你才跟我解释。我的心情很像过山车，你知不知道？每一次我都下定决心要相信你，然后又发生状况，又是隐瞒我，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舒服。我们是男女朋友不是吗？男女朋友不是应该坦诚吗？还有什么秘密拜托你一次给我说清楚。你要我跟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疑神疑鬼？还是谁又告诉你什么？是王思君、高浩，还是陶蜜娜或者夏天？都不是。我只是希望我在没有听到更惊人的消息之前，你能先告诉我，我不想再受到惊吓。我能告诉你什么？你又想知道什么？你说要坦诚相对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总是怀疑我？好，那我问你，那天你问我，如果有一天你犯了什么错的话，我会不会原谅你？请问你会犯什么错误？我那只是随口说说。好啊，我明白了。反正你一直都不相信我。我不是不想相信你，就连男女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给我，还说什么坦诚相对，还说什么一直会爱我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。西竹，你追来我就原谅你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拽什么拽？你不进来，我也不出去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，对吧？不知道怎么相信。那我们就分手。互相信任是恋爱的基础，我们再互相猜疑下去，那就没有必要在一起。分手是最好的选择。只要你点个头，我会马上搬出去。我也想了很久。我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你，甚至很多时候，我觉得你很像陌生人。就像现在，你虽然就在我眼前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遥远。我甚至觉得，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。这样的话，那又谈何分手？原来你是这样想的，我还以为你说爱我，就是完全接受我了。看来是我错了。你不但没有接受我，你还一直猜疑试探我。
我看你根本是不爱我。我怎么不爱你？我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。当全世界都说你可疑的时候，我还是选择相信你。如果这不是爱你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样爱你？你说来说去还是同一个话题。别人不相信我，你也不相信我。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那么这样下去，有什么用？我马上去收拾东西。你说来说去，根本就没有给我答案。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有没有骗我？你想要听什么答案？我想要听真话。说真话有用吗？你今天相信我，明天又怀疑我。我们这样下去，真的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只要看着我，告诉我你的真心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再怀疑你。好，我的真心话就是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姐姐。我实在是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也包括你。找我那么急，有什么事吗？有要紧的事。等一下。报表你看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是这2个月以来旧城改造计划的账目明细，这里面明显有疏忽的支出，还有不明的账项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我认为有。这个项目是你跟我一起做的，就算真的有，也是你的问题，不关我的事。我现在不想追究责任，只想把问题弄清楚，在还没有犯任何大错误之前，把这个漏洞给我补上，不然到时候出了问题，我们2个都脱不了干系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出现了问题，对吧？是，尤其是预支费用那一块儿，有几笔款项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好，那我查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帮你查好了。这文件里面第8页，我已经帮你用笔标出来了。我的建议是，把这几个不知道去哪儿的款项你给补回来。李心如，你恐怕忘了你是什么样的身份。你是大山集团的员工，而我呢，是大山集团未来的女主人。相信这种事情不需要有人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事情我会跟进，你就不用管了。是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没关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会吧。先说一下咱们这个旧城改造项目的事情。先让李经理把项目的进展介绍一下。好，目前我们旧城改造项目已经按照计划逐步进行，我们旧楼的拆迁呢也已经接近尾声，预计本周就可以完成。我们第1期的新楼建造也已经步入轨道，我想工程已经开始施工了。很好。是我负责这个监管的，你就放心好了。现在还不是邀功请赏的时候，我将要指出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按照唐总的意思，昨天去工地了解了下情况，发现很多问题。说说看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现在工程严重的落后，本周3之前应该完成的地基浇筑，却在昨天下午才刚开始，而且我们的费用也已经严重超支。我想这样下去，我们的预算根本支撑不到第1期的建筑完成。有这样的事？哎，米娜，
这招标的事儿不是你负责吗？我是按照标准来招的，而且中标的单位也是符合标准的，而且他们是家有声誉的公司，我一会儿再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好，抓紧时间。我想这不是明娜姐的问题，明娜姐只是负责招标，而我们的工程近期监督不力，才是导致问题的关键。因为资质再好的建筑公司，在我们施工状态下不可能随时监督到，而是要靠我们大山集团来做监管。而我们负责监管的人呢，就是莎莎小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问题出在我这里？我每天都有工程监管呢，而且从来没有松懈过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？你是什么时候监管的？我每天都有打电话到工程部去了解一下情况。打电话？如果工程监督能靠打电话就可以，那我们大山集团需要这么多人手干嘛？光靠我们唐总一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大部分的工作。莎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脚受伤了吗？那我怎么去工地？脚受伤的确是个理由，但是你的脚真的受伤到不能走路了吗？我已经查过，你这个礼拜去过3次的美容院，4次的百货公司，还有2次下午出去喝茶。请问一下，你可以逛百货公司，却不能去工地走走吗？你在监视我吗？我是大山集团委派的项目监管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。就算我去做美容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更何况，我现在正在筹备我们的婚礼啊。好了，莎莎，先别说这个事了。唐总，在这种不利监管的情况下，是不是要按照公司规定接受处罚？你是谁？你想处罚我？好了，这件事别争了，我们现在要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应该先把这个项目完成，然后再做改善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这个议程就到这儿了。咱们下面说什么？下个月要交付的小区，明天要进行质量检查。他们俩今天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说账目方面有点问题，你说你跟进的事不用我管，我是管不着，但是我又见不到你跟进，所以只好在会议中跟大家一起解决这个问题。看来你这种人真是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不知道谁是主谁是客。莎莎姐，我想给你讲个故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。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帮我一个社工团的朋友做事情，刚好碰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案子。真没想到你还这么有爱心啊！有没有爱心，当然要看这个案子对我有没有价值。刚好这件案子的主人公，他的名字叫徐建国。哎，人嘛，总是会犯错的。那个徐建国呢，在年轻的时候多风流快活，可是谁知道老了之后，想找一个亲人都找不到。你怎么认识徐建国？怎么，你这么在意？难道你认识徐建国？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不认识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你也知道，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，总是想找个人聊天，甚至随便抓个陌生人也可以大吐为快。而刚好我成为了那个听众。他说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遗憾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遗憾？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一个女人，虽然他们是在舞厅认识的，但是她却是个好女人。当初这个女人呢，认定了自己，而他呢，因为怕负责任，所以赶跑了这个女人。他说如果有机会，他要好好跪下来，求这个女人原谅。还有，求孩子的原谅。你还知道一些什么事？
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。当然，你不想让我知道的，我也都知道。我要是你呀，现在可不敢坐在这里，任意妄为的做这么多事。喂，明娜姐。哦，还没有谈完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不用过来，我能处理好。那我先挂了，拜拜。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能明白吧？那好，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里，要不要我们改天再约？还是我们在明娜姐面前继续再聊？改天再约。好啊。那你要我送你出去，还是你自己走出去？